都别动，奉旨抄家。顾家人准备接旨吧。皇上的圣旨，护国公竟然不来亲自迎接，这是大不敬，知道吗？护国公昨夜被皇上召进宫，重大午时大办，此刻还在昏迷，怕是不能来接旨。你说护国公昨夜被皇上打了？昨夜，徐媛媛穿越到大景朝，正好与大英雄顾之兴拜堂成亲。谁曾想，还没洞房顾之兴就被传唤进宫。深知历史的徐媛媛得知今日抄家之事，提醒顾之兴做好防范，即告知顾家一众妇孺，并运用空间连夜搬空了顾家及大景国库。刘将军，想你也是朝中重臣，传旨就传旨，没必要在这里落井下石。京城人都知道，我顾家除了9弟以外都是女眷，你在一群女眷面前耀武扬威，想必传出去也不光彩。护国公府众人接旨，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经彻查，护国公顾之兴勾结外贼，私吞粮草，伙同朝中大臣做出多件谋反之事。当今圣上仁慈，念在顾家先辈忠心报国，免去顾家死罪，现超收顾家所有财物，奴仆全部发卖，顾家人流放西北。幸亏顾家人早有心理准备，才不至于被这样一道不公的圣旨搞到崩溃，甚至连喊冤都免了。给我搜，连耗子洞都不要放过。念在与顾之兴同朝为官的份上，你们这些女眷的身就由本将军亲自来搜。刘大人这样做与理不合，虽然我顾家获罪，可这些女眷也不是随意可以侮辱的。老太太，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，本将军亲自搜身，那是抬举你们。你若是不愿意，本将军不介意让所有官差一起上。今天我就和你拼了。夫人别动气。呵呵，不知道你是顾家哪位的遗孀啊？长得真是水灵。大胆刘冲，你竟然罔顾朝廷律例，调戏宦官家眷。哟呵，小娘子还挺辣，本将军就调戏你了，你能奈本将军何？朝廷律例规定，官员执行公务时，不得伤害未判死刑的家眷，更不允许调戏宦官家眷。你现在公然调戏于我，就不怕被皇上处置吗？伶牙俐齿在本将军面前没有用，本将军今日就将话放在这里，只要你从了本将军，搜身的事情可以商量，否则就别怪本将军不怜香惜玉。刘冲，我奉劝你一句，顾府流放，我们这些女眷的娘家人肯定会去送行。我父亲再不济也是位尚书，他送行的时候若是看不到我，再听说我嘎在你的手里，你想想我父亲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来？刘冲，我大哥若是送行时没有看到我，定会为我报仇的。我爹也同样。你若是继续一意孤行，我现在就撞嘎在这里。本将军念在你们守寡多年，甚是可怜的份上，今日就放你们一马。你们几个给我仔细的搜他们的身，若是有人敢放水，提头来见。是。启禀刘将军，护国公府的库房内空空如也。你说什么？护国公府的财物是不是都让你们提前转移了？刘将军，皇上今日刚下的抄家圣旨，难道我顾家有预知的本领，会提前将财物转移？启禀刘将军，属下在院子里找到了好几口大水缸，还有一些不值钱的玩意儿。启禀刘将军，属下在几处院子找到一些女人家的首饰。没想到堂堂护国公府竟然是个空壳子，也难怪一群女子又如何赚取钱财。你们几个先看着这些搜到的财物和府中下人，等待皇上下旨处理，剩下的人负责将犯人押送到城郊。若不是刘冲一而再再而三的触碰他的底线，徐媛媛也不想在这个时候惹事。这样的人多活1分钟都是在浪费武器。这个女人到底是谁？为何会有如此强大的武器？而且她还能原地消失，难道她是神仙吗？不管怎么样，就凭徐媛媛刚刚护着顾家人的表现，昨晚告诉他今日事情的意义，以及毫不留情的对刘冲出手，他多少可以断定一点，那就是徐媛媛目前看来对顾家并没有恶意。都散开吧，出发，别磨磨蹭蹭的。不知不觉已经到了京郊，令人意外的是，等在那里的除了负责押解他们的官差以外，还有很多和他们一样被流放的犯人，甚至顾家二嫂谢家一家也在其中。顾之心，
你就是个扫把星，把家里父兄都克死了，现在又来克我们。顾知新，我诅咒你们不得好死！若不是因为你，我们吴家怎么可能遭受这样的无妄之灾？老子看你们是活腻了，不想活着到西北就直说，趁着今日时候还早，咱们立刻赶路。吃晚饭了，粗面馒头免费，每人一个；白面馒头1两银子2个，没银子就别笑想。娘，我不想吃粗面馒头。韩月，你若想吃白面馒头，就拿银子去换。娘，我哪里有什么银子？娘，我这里有些银子，不如我去跟那些官差买些白面馒头。三嫂，别着急，看看别人都是怎么做的。现在才流放第1天，对那些官差和其他犯人的情况还没有摸清楚，我们别太露锋芒。徐氏说的有道理，先观察看看再说。我们虽然被流放，可毕竟没被判死刑，我们还是有活着的权利。给我们吃这些硬邦邦都不知道放了多久的黑面馒头，我们如何能活着抵达西北？捣捣！你们这群孬种，我顾家男儿抛头颅洒热血，换来你们如今的安稳日子。眼下我顾家遭到陷害沦落至此，你们这些人却学着那些小人般落井下石。官爷，你们别被墨家的女眷给忽悠了，他们就是想以此来迷惑你们，免去皮肉之苦罢了。他说的对，顾家为国捐躯的是老国公与他的8位儿子，他们即便没有战死沙场，也得被顾知新这个反贼给气死。就连我们这些人都受了顾知新的牵连，对待这样的人还有什么情面可讲？官爷，打他们，不要手软。我不管顾知新做的那些事儿，我只知道这些女眷大多都是英雄的遗孀。谢大人，你不要忘了，你们全家为何会被流放？都给我闭嘴！想挨打是不是？有蛇！徐媛媛本意是想和这些官差搞好关系的，毕竟路上有人照顾这些，顾家人生存的希望就会更低。眼下朱老八被蛇咬，他想着自己的机会来了。这蛇毒性强，你们最好先找根绳子在他的膝盖下方勒紧，防止毒素扩散，然后再……哪里来的那么多毒蛇？这要真是毒蛇，我还能像现在这样活蹦乱跳？我刚刚只是被吓了一跳，这话伤口已经不怎么疼了，没什么大碍。娘，咱们回去吧。好，都回去。九弟妹，谢谢你帮我，才让我逃过了皮肉之苦。二嫂，咱们都是一家人，帮你是应该的。都怪我冲动了，明知道那些官差会打人，还是没忍住要去讨公道。二嫂，如今我们的处境不同以往，有什么事情尽量和大家商量一下再做决定。九弟妹你放心，以后有什么事儿我都会提前跟娘和你说。咱们周围都是草丛，难保还有蛇出现，我去查看一下。顾知新听着徐媛媛的话，对她愈发好奇起来。自己多年前就定下婚约的人，他不可能对她一无所知。九嫂，你不是在找蛇吗？怎么拔了这么多草？这些都常用的草药，我想着路上可能会用到，就采了一些。九嫂，你说这些都是草药？这叫苦蝶子，有清热解毒的功效。这个是车前草，不但可以治病，还可以做菜。九嫂，你说的这些草药我都记住了，我帮你一起采。九弟妹，我们也帮忙。娘，你快看，这些草药都是我采的。李九嫂是个有智慧的，以后你和她学这些。我知道了，娘。我看顾家人还真是饿疯了，弄回这么多野草，不过是准备食用吧？胆子还真大，也不怕这些草里面有毒。有毒更好，要是顾家人被毒死，也算给咱们报仇了。头，你怎么了？快来人，头喘不过气了。刚刚咬了头儿的那条蛇，不会真的是毒蛇吧？快，抬着头去找顾家那个伶牙俐齿的妇人。徐氏，你赶紧帮我们头看看。徐氏，要量力而为。娘放心，我不会轻易出手的。徐氏，把你解蛇毒的方法再说一遍。我说的方法只是刚被蛇咬的时候管用。那你说现在要怎么办？你动作快些，到底要怎么办？现在是你们求我帮忙，这就是你们求人的态度。头儿的性命要紧，有什么条件，你尽管说。救人再说，你把这个嚼碎，等会用来敷伤口。万一这草药有毒，找2块石头捣碎不就好了？为何要我去嚼碎？用石头捣碎，药汁就流失了。为了头儿的性命，你就听徐氏的吧。官爷，
你们不要听徐媛媛的，她根本就不懂医术，可千万别被她给骗了。徐媛媛眯眼看向来人，搜索原主的记忆，还真是个熟人。宋家庶女宋柔，绿茶塑料闺蜜。宋柔，既然你说我不懂医术，那官爷的毒你来解吧。你是谁家的？跑来添什么乱？官爷，我说的都是真的，我与徐媛媛经常在一起，从未听说她懂什么医术，你们可别被她给骗了。这里哪有你个宦官家眷说话的份？老子看你真是活腻了。啊，官爷，您刚刚不是担心这草药有毒吗？其实这草药谁嚼碎都是一样的。啊，对，不想继续受皮肉之苦，就把这个嚼碎了。哦，官爷，你看这样可以吗？你这塑料闺蜜，看你还想刁难我，我不恶心打你。拿过来吧，我需要清水，还有我治疗的时候你们别在旁边。什么？我要施展我师傅他老人家的独门医术才可以。那你还等什么？还不快点就治！官爷，我都已经说了是独门医术，时间紧迫，你们想清楚了。他的意思就是给头治疗的时候不许外人观看。罢了，我们退后点。我们头怎么样了？放心，打不了了。徐氏，你要是敢说谎，看老子不打你！你确定头的毒解了？我确定，而且我还可以明确的告诉你，他1个时辰之内就会醒来。好，只要头醒来，定不会亏待于你。好了，你们去照顾朱官爷吧，我又渴又累又困，回去休息了。徐氏，你真把蛇毒解了？娘，我年幼的时候有幸得到一本高人留下的医书，如今行医治点小病不是什么难事。既然你真的懂医术，娘就放心了。哈哈哈，太好了，头儿醒了。头儿，你感觉怎么样？头儿，你可吓死我们了。老周，我到底怎么了？头儿，你是中了蛇毒。我中了蛇毒没有嘎？头儿，你真的没嘎？是谁帮我解的毒？你们去哪里找的大夫？就是顾知新的新婚妻子徐氏。说起徐媛媛，朱老八脑中就出现了他提醒自己的画面，想到这些，朱老八有些惭愧。当初人家好心提醒，他还出言呵斥。老周，你去给顾家每人送去2个白面馒头，另外再问问他们还有什么要求，只要不过分的尽量满足。我们头说了，给你们每人2个白面馒头。徐氏救了头的命，有什么条件可以提，别太过分就行。人是你救的，徐氏有什么条件你自己拿主意。官爷，我们的要求不多，只希望路过下一座县城的时候，能让我们去采购一些物品就好。就这么件小事？没问题，这件事我答应你了。明天中午就会路过福来县，我们会在那里补给物资，到时候会派人陪着你去采购。好，多谢官爷。你没有其他要求吗？既然官爷让我说的话，我还想要今天打死的那条蛇。你一个女人家，要那东西做什么？蛇身上很多东西都可以入药，他可不能告诉人家自己要做毒药。这个我也答应你，我这就回去告诉头。娘，各位嫂嫂、小妹，这是我偷偷藏好的酱牛肉，你们就着馒头一起吃。太好了，不用吃硬馒头了，还有牛肉吃。九弟妹，睡着了吗？还没。二嫂有事吗？那个，九弟妹，我想跟你要2个白面馒头，爹娘年纪大了，想拿去给爹娘吃。九弟妹，我爹他们与顾家一定是有什么误会，白天人多口杂的，趁着这会儿夜深人静，我去给爹娘送个馒头，顺便问问到底发生了什么。二嫂，这些都给你，快去吧。谢谢九弟妹，我一定把情况问清楚再回来。你麻利些，趁深夜没人看见吃些东西，再处理一下伤处。伤口如何了？已经不流血了，谢谢你为我和顾家做的这些。二嫂，我在这边。九弟妹，我刚刚问清楚原因了，我猜测这件事应该是有人故意而为之。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大哥说，被流放以前一点征兆都没有，应该是谢家得罪了皇上。皇上想趁机将谢家除掉，顺便给顾家在流放之路上添堵。有可能还有其他3个家族，虽然没有亲口听他们说出辱骂顾家的原因，也不排除这个可能。应该是的，这几家或多或少得罪过皇上，有几家也和我们顾家有过小摩擦。
当今圣上心胸当真狭小。好了，不能聊太久，大家也都早点休息。好，装昏迷并不是持久的办法。京城地界眼线众多，我打算出了京城地界就找机会醒来。这个分寸你自己掌握就好。我们头昨日被蛇咬，身体还有些虚弱，暂时要坐在顾知新的木板车上。官爷的意思是让知新从车上下来？他不下来，难道还要让头跟个犯人挤在一辆车上？官爷，您是知道的，我顾家都是女眷，若是不让知新在车上，我们如何能带着她一起赶路？是啊，官爷，您这不是为难人吗？哟呵，我看你们是太得寸进尺了，竟然连官差的话都不听。官爷，您现在是不是感觉还有些胸闷气短？的确如此，只要走几步，我就有些喘不过气的感觉。官爷昨日中毒太深，我虽然保住了你的性命，可你身体里面还有余毒，还是需要调理才能彻底清除。徐氏，你可有办法？办法倒是有，只是徐氏，只要你能给我的余毒全部清除，我允许顾知新跟我一起在车上。官爷，您也看到了，我们顾家都是女眷，推着夫君一个人就已经很吃力了。这个没有问题，我可以找几个男犯人来推车，何家的你们2个过来。我这里有些草药，你拿去给官爷煮水喝，不出7日余毒就会清除干净。徐氏，你看看你夫君是不是醒了？我夫君醒了。我刚刚碰到他，可能是疼，他闷哼了一声。水。夫君真的醒了，来喝水。伤员多喝水，这天也太热了。头，前面有人晕倒了，还有蛮多人中暑了。这大下午的，我们要不休息一下？好的，前面有条河，我们到那边休息。我拿点解暑草药去煮些解暑茶，这样就不会耽误大部队赶路。还有我顺便去河里抓些鱼，我们加个荤菜。顾公子，你还真好命啊！流放前一天娶了一个好媳妇。是啊，可惜我连累了她。徐氏，你这是要做什么？是啊，九弟妹，你这是做什么啊？大嫂把鱼收好。徐氏这是18般武艺样样精通了。徐媛媛，你还真是不知羞，竟然在众目之下赤足下河捉鱼，也不怕被人笑话。宋柔，你还当你是大家闺秀呢？衣来伸手，饭来张口的，请你认清自己的身份，你只是个流放犯人。都这个时候了，还讲究那些规矩，真是晦气。你，官爷，徐媛媛出手伤人，这种事你们不管吗？打你也活该，谁让你嘴欠？徐媛媛特种兵出身，野外求生这是最基本技能。其他家族几个年轻人看到也下水跃跃欲试，可没有一个有收获。君和官爷，这是解暑茶和烤鱼哦。娘、嫂嫂们和其他官爷们都有了，你们也赶紧吃。这是啥呀？这也太好吃了！徐氏，没想到你一个千金小姐，连厨艺也这么好。官爷谬赞了。想住10人间大通铺的，1两银子，2人间5两银子，没有银子的，客栈院内的棚子过夜。官爷，我们真的没有银子啊！是啊，官爷，你就可怜可怜我们吧，别让我们住在外面了。官爷，你就行行好，哪怕让我们住在20人间也行啊。都别啰嗦了，有银子的现在就交银子，没有银子的就睡外面的草棚。娘，九弟妹，咱们一共12个人，我想着要1间10人的房间和1间2人房，您看如何？这样很好，让知心与徐氏去2人间，我和你们带着韩月一起住10人间。还有没有要订房间的？二嫂，你去帮谢家订1间房吧。我替我爹娘他们谢谢你了，九弟妹。二嫂别客气，互相照应是应该的。小贱人，就是你害得我们兄弟俩辛苦推1天的木板车，今天又是不能在你身上讨些甜头，我们兄弟觉都睡不踏实。先给哥哥我摸一下。这次是对你们的警告，再敢招惹我，就不会是今日这般让你们痛一痛那么简单了。官爷，请您为我们兄弟俩做主啊！发生了何事？官爷，就是他仗着官爷护着他，
将我们兄弟打成这样。官爷您看，这里就是徐氏打的，还有这里。官差们面面相觑，押解流放犯人是有规定的，明令禁止犯人之间互相打斗，当然也要看这些官差的心情。你说你们是被徐氏打的？千真万确呀，官爷，就是徐氏打的我们。我看你们是不想活了，竟然敢戏耍我们！官爷，我们真的没有说谎。既然你们说被徐氏打了，可有人证？今天爷心情不错，就不追究你们诬告了，赶紧滚吧。官爷，我能作证，我亲眼看见徐氏打人了。官爷，徐媛媛打人我亲眼所见，此事千真万确。既然如此，老周你带何家兄弟去把徐氏叫过来对质。宋柔，你说你看见徐氏打人，现在就把过程说一下吧。官爷，我亲眼看到徐媛媛手里拿着一根又粗又长的棍子，先将何大打倒，然后又用同样的方法打何二，直到两人没有还手之力才罢休。你先站在一边吧。徐氏，何家兄弟告你出手伤人，可有此事？朱官爷，这种事情你也信？这不是我信不信的问题，何家有证人。朱官爷，您说的证人不会是他吧？是我又怎么样？徐媛媛，我亲眼看到你对何家兄弟动手，这是事实，你还是不要狡辩了。宋柔，先不说咱们俩曾经是无话不谈的好姐妹，就算这中间发生了什么误会，你也不至于如此针对我吧？你看看他们俩的身材，是我能打得动的吗？行了，让何家兄弟自己说徐氏是如何打你们的。官爷，徐氏先用拳头打的我小腹，然后又将我绊倒，又打我背部。把宋柔拉出去，狠狠打上10鞭子。官爷，我真的看到徐媛媛打何家兄弟了，我说的都是真的。大发兄，这种小事我来处理吧，你陪头吃饭。李莽，你可别犯老毛病，这样的人必须让他尝尝苦头。你就放心吧，我保证不会放水。都给老子出去！再敢找事，小心鞭子伺候。终于有时间进空间研究一下了。怎么手机只有淘宝啊？买瓶水试试，付款。这么神奇吗？竟然可以买现代的东西，收货地址是大井。发了，赶紧买！哪里？手机余额只有1200多，没钱有毛线用？咦，这个开店是啥？我可以卖古董啊，这个我不是一大堆。徐媛媛赶紧研究了一下开店功能，注册了网上商店，申请通过需要24小时，她就出了空间了。前面就是集市，我们需要买一些干粮，你跟在后面，顺便买你需要的东西。周官爷，您看我要买的东西比较多，跟你们一起恐怕会耽误很多时间，不如我一个人去买，咱们约定的时间和地点碰头。周官爷，我若是不想跟着夫君一起流放，凭我爹的能力，一定会想办法把我留在京城的，我不至于傻到流放的时候偷偷逃跑。周哥，我觉得徐氏所言有道理，他若是敢逃跑，回去我就打断顾知新的腿。行吧，我们准时碰面。没问题。徐氏，你竟然敢逃跑，看我不打嘎你！你个小可爱，竟敢对官差出手，我看你是不想活着到西北了。头，你们来的正好，快把这个贱人抓起来，他无法无天，不但想趁机逃跑，还敢对我动手。周官爷可能有危险，我们约好买完东西会合，但是现在周官爷没回，李莽一个人回了，还冤枉我逃跑，我觉得是有蹊跷。李莽，你说老周呢？头，徐氏逃跑，周哥去找人了，我回来就是报信的。周官爷，我人都回来了，这算逃跑吗？李莽，老周在哪里？去哪里找人了？
老周跟我久，他不会自己一个人行动的。头，你别信那个贱女人的话。你知道老周在哪儿？我不知道，但是我有办法让李莽说实话。什么办法？我学过一种秘法，可以催眠人的意志，轻松问出想知道的事情。你想要这项链？想要。好，你按照我说的去做，我就把这个项链给你。周官爷在哪里？他被我安排的人打晕，丢到县城外枯井里了。你为何要害周官爷？只有他回不来，才能坐实徐氏逃跑的罪名。你为何要如此做？因为宋柔不喜欢徐氏，他勾搭我借我手对付徐氏，我也想借此机会整治顾家。是谁让你整治顾家的？我不知道。你不知道？和你接头的人是谁？你也不知道吗？让我做这些的人，我也只见过一次，天黑没看清楚容貌，不过他说话的声音有些尖细，应该是个宦官。宦官能使唤宦官的只有皇室之人。官爷，我的话问完了，我们赶紧去救周官爷。还有，李莽害人是事实，背后应该有大势力指使，我建议你把他交给官府处理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朱老八带人顺利救回了周长生，然后亲自送了白面馒头给徐氏。虽然只是几句简单的感谢，但在朱老八心中有杆秤，徐氏不简单，和他搞好关系没有错。知心，周长生就回来了，朱官爷应该准备把李莽送到官府，我相信今晚就会有人来灭李莽的口。和李莽接头的只知道是一个宦官，要想查清楚真正的幕后黑手，看来我得走一趟。如果真有人来灭口，那就有机会查出幕后之人。是的，我就是这么想的，但是你一定要小心。没问题的，我身上的伤没有大碍。哇，商店通过了。大景年间花瓶无破损，估价30至40万，请问是否上架？这么人性化的吗？上架，价格35万。为了让刚开的店铺内商品种类不那么单一，徐媛媛又随意选了一些字画与首饰。差不多1个小时，徐媛媛成功上传了20件商品。OK， 这系统简直绝了！我是不是古今通商第1人啊？哈哈哈！一切可还顺利？很顺利。灭口的有2个，待他们解决掉李莽后，我一路尾随着他们到了一座院落，亲眼看到了李莽口中与他接头的那个宦官。你可认识那人？那人我再熟悉不过，是从小就在身边伺候三皇子的太监本宫。徐媛媛显得很意外，在她了解的史书中记载，三皇子景琦就是大景朝的下一任帝王。给顾之心平反罪名，第一关种，让后人永远缅怀的也是他。你和三皇子有过节？我们同一天出生，自小就被皇上选去做他的伴读。16岁以前，可以说除了睡觉的时候，几乎形影不离。你们关系这么好，他为何还会派人给你使绊子？以董路所说，是因为我知道景琦的事情太多，他担心我会泄露出去，才会在官差队伍里面安插了眼线。你能想到景琦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吗？暂时还没有头绪。徐氏，明日我们就能到灵水县，你要不要一起？好，明日我跟着一起，顺便买一些物资回来。前2天挂的东西都卖了，进账350万，发了。接下来要好好规划这笔钱怎么用了。先来杯奶茶犒劳自己。爽歪歪。祝广宇，你个穷鬼也配称自己是读书人？以后再让我看到你来书屋，见你一次打你一次。祝广宇，史书上记载，景琦嘎后把持朝政6年之久，后又谋朝篡位的人就叫祝广宇。景琦嘎前一直是景琦的心腹，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。奉劝2位一句，适可而止。哪里来的乞丐？少管闲事，滚开！我若是偏要管呢？赵嘎。你们这群乞丐好大的胆子，竟然敢当街打人！难道你们就不是当街打人？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懂吗？谁看到我们当街打人了？反倒是你，众目连之下对读书人动手，竟然还倒打一把！我们3个刚刚亲眼所见，你们这些读书人当街动手打人，若是不服气的话，咱们现在就去见官，请县令大人来定夺。我们又没打人，凭什么跟你去见官？不去见官也行，
刚刚这位被你们几个打了是事实，医药费必须得赔。你说要赔多少银子？你们一共5个人，我看每人拿出20两正好。什么？每人20两？他祝广宇根本不配。既然这样，咱们就去衙门，请县令大人说一说，他到底配还是不配吧。不就是每人赔偿20两吗？我们答应，这么点小事，哪里需要惊动县太爷他老人家？既然不想去衙门，就快给银子吧。收着吧。你为何要帮我？不怕得罪那些人吗？路见不平罢了，你不要想太多。你还能走吧？可以的，多谢诸位相助。日后若是有重见之日，祝某定当全力报答。徐氏，以我对你的了解，你可不是那种喜欢管闲事的人，为何要救那人？我最是看不惯人多欺负人少，也有可能是觉得有缘分吧。此次徐媛媛好好采购了一番，除了常规物资，这次还买了布料和油布。回到客栈，就让女眷们制作衣物和帐篷，徐媛媛则单独去制作毒药。祝广宇，你个穷酸！那天趁着有人帮你，讹了我们100两银子，你还敢出现在我们面前？祝广宇，你也不照照镜子，看看自己什么德行？这是崔举人举办的诗会，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有资格参加的。同是读书人，我凭什么不能参加诗会？你用从我们这里讹诈来的银子参加诗会，还敢大言不惭地说自己是读书人？你们为何在我举办诗会的时候闹事？崔举人，您不知道，这小子前些天讹了学生等100两银子，今日却拿着我们的银子来诗会捣乱，这样的人，我们自然不能让他进场。崔举人，学生有秀才功名在身，试问可有资格参加您举办的诗会？自然有资格，不过刚刚听这几位说你行为有失，若是没有人引荐，崔某是万万不会允许你进入会场的。本王若是亲自引荐这位公子参加诗会，崔举人觉得是否可行？景王殿下真是折杀学生了，您要带人参加诗会，哪里需要引荐？走吧，随本王一起去2楼的雅间。学生祝广宇多谢王爷抬爱。徐氏，你救的那位恐怕不是什么池中物，竟然能入了景王殿下的眼。朱大哥说笑了，我怎么可能知道他认识景王殿下？当初只是一时看不惯人多欺负人少罢了。此时顾之心看见景王，想起那晚看见董路的情况，心里也不清楚景王为什么要派人算计自己。知心，不介绍一下这位夫人给我认识吗？景王殿下，这位是我夫人徐媛媛。见过景王殿下。在下多谢顾夫人仗义相救。先生无需客气，我想换做其他人，遇到这种事情也不会视而不见的。知心，护国公府被流放的事情说来我还真是惭愧。母妃最近身子不适，我一直在外忙着寻找良医，以至于这段时间没怎么关注朝中消息。景王殿下无需自责。当我得知此事的时候，你们已经踏上了流放之路，我这才快马加鞭赶来灵水县，想着帮顾家打点一番。我替顾家感谢王爷的关心，打点就不必了。我们都是被朝廷流放的犯人，未来该过什么样的生活就过什么样的生活，不敢有任何奢望。听顾之心讲话的语气，景琦忽然感觉眼前这个从小与自己一起长大的人，仿佛变得陌生了。难道是有所察觉？咱们兄弟一场。护国公府被抄家流放的时候我不在，总要给我个送行的机会吧。既然如此，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今日我还有诗会，明日中午我在灵水县的天福酒楼设宴，为兄弟你送行。流放队伍在灵水县多逗留1天。卑职明白，全凭王爷安排。明天真的去吗？我一定要去，无论如何，我与景王之间的恩怨必须有个了结。你打算嘎了景王？不，我一旦那样做了，能得到一时的痛快，可那样的话，我要置家人于何地？既然你不能嘎他，谈何恩怨了结？我知道他的秘密，我会让他知道我并不会将秘密说出，只要他保证我家人无碍，秘密自然会烂在我肚子里。既然如此，明日赴宴的时候可否带着我一起？不行，我不能让你跟着一起涉险。你信不信，以你的功夫都逃脱不掉我的这个武器？我怎么没看出来，这么小的一个铁疙瘩能有如此大的威力？你还记得国公府门口刘将军的嘎，就是类似这样的武器所致。如果是嘎掉刘将军的武器，确实厉害。我的武器你都看到了，让我跟着你，不但不会是拖累，我还能成为你的助力。你和我一起去可以，一旦遇到危险，你自己保命要紧，不要管我，知道吗？知道，你放心吧，
我一定不会让自己有危险的。来，我先教你如何使用这个武器，明天我们一人一支。订了补身子的汤，非常适合女人家滋补。如果我辨认不错的话，景王手边的酒壶就是前世看电视剧里面常出现的鸳鸯酒。王爷太客气了，能不顾非议请我和夫君用餐，让我们夫妻感觉到了无上荣幸，怎么还能让您亲自倒酒？这酒的味道可真香，只可惜民妇不会喝酒，闻闻酒香就好了。无妨，这里没有外人，嫂夫人无需拘束。感谢景王殿下不嫌弃我的戴罪之身为我送行，知心先干为敬。还是民妇来。王爷，酒没了。来人，再来一壶。景王殿下，酒喝够了。我左肩头的月牙形胎记，你可还记得？当然记得，咱们小时候经常偷偷跑去父皇的温泉池沐浴。我还说过，你那胎记长得很特别。那是我顾家男儿独有的标记，但凡是男子出生后左肩头就会自带那月牙形胎记。我告诉你这些，就是想让你知道，我顾之心是顾家的嫡系血脉，并不存在和你调包的可能。你到底知道些什么？我顾之心做人向来光明磊落，尤其是与你之间，我不希望有什么误会。我言尽于此，相信你也是聪明人，会想通这些的。等等，把话说清楚再走。我现在能告诉你的就是，这件事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，我拿你当兄弟，无论真假，从未对外人提起过。若不是你派人想要暗算我，饶是面对你本人，我都不会提及。景王为了要我夫君的性命，还真是煞费苦心。想必这鸳鸯壶得来十分不容易吧？若不是我夫君念及你们兄弟感情，估计你今天走不出这里。走吧，希望你们能忘记今日之事。顾夫人，我知道你们流放路途遥远又艰辛，这是在下一点心意，希望能够帮到你们一些。祝先生，这银子我不能收，你还是拿回去吧。顾夫人有所不知，若不是您那日出手相助，我恐怕连给父亲买一口棺材的能力都没有。这位先生，内子性格向来说一不二，他说不收就一定不会收，你还是别为难他了。既然如此，在下就不为难二位了。若是在下有了能力，定会帮你平反罪名。如此，就先谢过祝先生了。这些人的目标是我，你留在这里不要动，我将人引开。朱官也有刺客，我去帮夫君。过来呀！徐媛媛，你怎么也跳下来了？我顾之心，你的伤势不轻，不要动，听我说。这里是我小时候机缘巧合下得到的一个空间，我的医术也是在这里面学的，还有偷到国库的时候，我就是将那些东西送到了空间里。你这空间也太逆天了，为了安全，千万不能再让其他人知晓。我的身体都被你看光了，你要对我负责。我对你负责？是要负责的。我会对你负责的。你说真的？是啊，只要你一直对我好就行。咱们出来这么久，娘和嫂嫂们一定会很担心。没办法，你的伤口很严重，不能随意挪动，而且现在已经是卯时了，外面天黑，咱们无法顺利落到悬崖下面，只能等明日再想办法了。我们先吃点东西。知心和圆圆还没打，你们哭什么？娘，他们都离开半天了，若是能回，肯定早就回来。你难道忘了吗？我顾家男儿上战场嘎敌的时候，不也是经常出去好几天才回来吗？娘说的对，九弟和九弟妹都那么厉害，一定不会有事的。时候不早了，大家都回去休息，万一知心他们深夜回来，别闹得明日没精神赶路。头儿，我看那些黑衣人都是奔着顾之心来的，可怜咱们的两个兄弟受了无妄之灾。头儿，顾之心他们夫妻俩到现在都没回来，怕是凶多吉少了。头，能不能多等一天，我出去找找。之前徐媛媛救过我，我心里不安。我们耽误太多时间了，明早一早大部队出发，给你一天时间，找不到就追上来。放心，
头，我会追上去。这些都是你的武器？这个叫机关枪，可以连续发射，适合敌人数量多的时候使用。你现在还不能动，这机枪多的是，等你身体恢复了以后，随便拿去把玩，就算用来打猎，我都不会心疼。这是手雷，范围伤害，可以瞬间消灭几个敌人。以后都交给你，我再带着你一起出去。好，你小心一些，实在不行等我伤好些再想办法。你放心好了，我有把握。咱们都已经在这里寻找了一夜，就算他们摔得粉身碎骨，也应该有个痕迹在。你的意思是顾之心没假？唔可能，顾之新身受重傷，從那麼高的懸崖跳下來，怎可能有生還的希望？顾之心，你真的没死？叔，是谁派你来搞我的？你觉得我会告诉你吗？就算你打嘎，我也不会说的。是吗？我倒要看看你是不是真的硬骨头。女侠要命！我说，我什么都说，非要自讨苦吃一番才肯老实。是安王啊！我们都是安王手下的嘎士。你与安王也有仇？满朝文武皆知，我与景王自小情谊深厚，其他皇祖自然也将我当成眼中钉。他们不知道我和景王已经产生嫌隙。若是这样，我们往后还是不能掉以轻心。如今想要阻止安王继续对我出手，最好是能够将我与景王闹掰的事情宣扬出去。这的确是个好办法。安王无非就是顾忌你与景王的关系，如果让他相信你与景王决裂，想必会对你放松警惕。此事我们要再做打算。徐氏，你们快躲起来！这野猪力气大得很，不要让它伤到你们。你的那棵树要断了，不要乱动。你怎么样？有没有伤到哪里？我无事。你手受伤了？前面顾着找你们，不小心被野猪偷袭受伤了。你关节受伤了，不过还好只有一处。徐氏，谢谢了，这次又是麻烦你了。不客气，周官爷，我夫君身受重伤，无法走太远的路。都怪我不小心被野猪伤到，否则就可以背着他一起赶路了。周官爷，以我夫君目前的状况看，即便走出这山谷，怕是也无法跟着大部队一起赶路了。对，的确是这样。可咱们的行程已经耽误了很多天，想必以后的路都要加快速度才可以。周官爷，我想到个办法，您看行不行？我夫君的身体肯定无法在山路中行走，如果您和朱大哥能够信任我们的话，我打算带着夫君绕山而行。你知道吗？绕山而行会耽误7、8天的时间，况且大部队也不可能停下等待。你们这样做要如何追赶上大家的行程？不瞒周官爷，我打算出了山谷以后去城里租一辆车，这样不但夫君能够继续养伤，赶路的速度也能提升很多。周官爷不用担心，我们的家人都在队伍当中，我们行事不可能不顾及他们，更何况以我夫君的本事，想要再逃走也是轻而易举的事。也罢，就按你说的做，咱们离开山谷就分头赶路，我直接上山与头他们会合，你们也不用担心其他，一切由我周长生去担着。你暂时留在空间，我一个人赶路的速度能快一些，争取快点进入灵水县。好，你路上注意安全。都让开，小爷赶路呢，不想嘎的都让开。走开，敢挡在小爷面前，你不要命了是吧？哦，哟，你是哪家的小娘子？不如跟着小爷我一起去乐呵乐呵。贱货，你知道小爷是谁吗？信不信小爷一句话就能让你在这个世界上消失？这就是嘴贱的后果，以后给我记住了，看见姑奶奶就绕道走，否则我见一次打一次。姑娘，出气就快跑吧，等他的人来了，
怕是你想跑也跑不掉了。大婶，这人是什么身份？光天化日之下，竟然如此猖狂。姑娘怕是从外地来的吧？这位是咱们灵水县县太爷的独生子，名叫陈来宝。你还是快走吧。谢谢大婶提醒。发生了什么事？这么急，满头大汗的。碰到个无赖，被我修理的一顿而已。不用生气，反正我没有吃亏，但是我需要乔装一下了。听说县太爷派出了全部官差，满城捉拿殴打宝少爷的女子。那女子还真厉害，官差搜查了这么久，都没能找到人。兴许人家早就出城了，在城里搜怎么可能搜到？哎，但愿那女子已经出了城，若是真的落到县太爷手里，必嘎无疑。这个狗县令这么坏，看来要给他点教训才行。我觉得他的库房可以去一趟，你说呢？乐意奉陪。爹，孩儿不管，你必须把那个女人给我抓到，我要让她生不如死。我儿放心，你爹已经派出全部官差去搜捕，绝不会让伤你之人跑掉的。敢在灵水县伤我儿者，定让他生不如死。作为一县父母官，鱼肉百姓，纵容儿子为祸乡里，这样的人渣怎配做官？你们一个做哑巴，一个做傻子吧。狗县令还挺富有，我只是小小出了这么一次手，就有如此收获。你打算如何处置这些？我准备把这些大件物品全部放到商城内售卖，剩下那些银子，最好是能想个办法还给灵水县的百姓。想把银子还给百姓，这个想法不错，可咱们的时间根本不允许去做这些。这个计划先这样放着，明日我出去雇车的时候再打听一下，看看是否能想到好办法。今日的街上尤为热闹，百姓们已经知道了县令一家的遭遇，心中清楚，一个哑巴以后再无法闭关。听说了吗？县令府库房被搬空，县令变成口不能言的哑巴，他那位欺男霸女的儿子变成傻子。真是大快人心。祝先生，顾夫人，你怎么在这里？没想到我们又见面了。祝先生还在灵水县。不瞒顾夫人，我跟着景王刚刚抵达京城，景王就接到了去东丰县救灾的圣旨。我们连夜出发东丰县，才发现那里除了水患以外，竟然还有人染了鼠疫，所以我过来灵水县采买药材。不知祝先生要寻找什么药材？现在只缺黄连这一味药材，我走了2个县城都没有找到。不瞒祝先生，街上百姓议论那个重伤县令公子的人就是我。狗县令鱼肉百姓，我一怒之下夜闯县令府，想给他们一些教训。谁知我在房顶偷听他们讲话时，无意间得到一个消息。什么消息？县令说他在东郊的小库房已经被那些黄连堆满了，还有好几箱银子与铜钱。他知道东丰县有鼠疫，想趁着灾情大发国难财。烦请顾夫人带路。若是那些黄连能够带到东丰县的话，东丰县的百姓就有救了。祝先生，我夫君身受重伤，还等着我给他买药回去，我还得去买辆马车。您看这样行不行？咱们约个时间，我晚些带你们过去。顾公子的伤势要紧，未时我会在东城门那里等你。好，我一定准时到。外面情况怎么样？我在灵水县又碰到祝广宇了，他来买黄连治鼠疫，我从某宝上帮他买，再把银两一起给他发给县里的百姓。这样好，一举两得。我这样做最主要目的是让祝广宇知道灵水县令囤积大量黄连，想发国难财，而且他是帮安王做事的，景王赈灾，安王囤药，你说他们会不会打起来？这样一来，景王会更加对安王怀恨在心，以景王那无法容忍的度量，回京以后定会想办法找安王的麻烦。安王自顾不暇，自然会暂时忽略对我的追杀。还有一部分原因。难道你还有其他目的？
我还想借着这次帮到祝广宇的机会，请他回京以后想办法将你与景王闹掰的事情宣扬出去，这样安王才会彻底放弃对你的追杀。还真是难为你了，这小脑袋瓜里装了这么多东西。那是自然，你媳妇我厉害着呢。好了，你出去这么久也累了，休息一会儿，咱们吃午饭。我煮了饭菜，白菜炒蛋，苦瓜炒鸡。知心，你太有才了。我做的菜有点失败，但是我尝过了，能吃。这里就是了。顾夫人，这次你真是大功一件，我替东丰县那些百姓谢谢你。祝先生不必客气，我还有事拜托于你。顾夫人有什么事情尽管说就是，只要广宇能办到的，定会不遗余力。想必祝先生也听说了，灵水县县令是个狗官，在任这几年没少收刮民脂民膏。我想着，既然咱们找到了这些银钱，就应该物归原主才是。对。顾夫人若是信得过我，我一定将事情办好。灵水县令囤积了这么多黄连，必定是安王授意，在下知道回去怎么处理此事了。多谢祝先生为我顾家考虑，我替顾家上下感谢您的恩德。顾夫人客气了，若论恩德，是你救我在先，今日又帮了我这么大的忙，该说感谢的是我才对。祝先生也不必客气，我们也要赶路了，后会有期。后会有期。